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们的主播 Ben Wallace 啊，对不起，我还是把这个头用掉好了。好啦，没有错，又来到了这一次的老实说系列。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就是被各大主播吹上天、稳坐 T0 宝座的 Ben Wallace。怎么样？不觉得我的 Ben Wallace 长得很可爱吗？你看看，你看背后还有背一只狗狗，这边有一只可爱的狗狗。到底这个角色是不是如同其他主播讲的，实际上的有这么强？接下来就由我这个全明星接球派对的超级中间分子来告诉大家，这个 T0 中的 T0 的角色到了一般人的手上，到底长什么样子？是所向披靡，还是版本毒药？我们直接进正片。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好啦，相信呢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了熊哥跟诺斯的角色强度排行榜了，大家都可以看到啊，不管是熊哥还是诺斯，都把 Ben Wallace 这个角色呢排在 T0 的第1名的宝座。说这个角色彻底改变了版本，那么这个角色到底有多猛呢？我们来讲优点，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最顶级的防守者，他是能够从内子宫守到外太空啊，防守范围更是大到不可思议，有很多球哦，你甚至已经以为这个应该是稳稳的空位出手了吧，结果他就直接来一个从天而降的掌法把你拍落去。再来是他的协防能力也超强哦，虽然他的跑动属性基础只有71，但是这个角色的技能让他的跑速超级快，协防能力超强，让所有1号位呢都非常的难受。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熊哥还是诺斯，都把所有1号位的排名呢直接往下降了一轮哦。那么他的篮板能力到底有多强呢？我自己使用下来的体感，我觉得他的篮板能力仅次于罗德曼，其他的中锋呢基本上完全跟他是没得打的。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弹跳这个数值的关系哦，因为其他中锋呢大部分弹跳都是偏低的。那么罗德曼之所以篮板很强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弹跳而导致。那么大班呢，不管是篮板数值也好，不管是弹跳数值也好，基本上都是跟罗德曼有得拼的，所以他可以说是完全取代掉了罗德曼本来的作用啊。那再来另外一点呢，是他的大招超级恶心，对面如果在读秒阶段看到 Ben Wallace 开大招，那个压力之大真的非常恐怖，球连传都不敢传，有时候呢可能队友的站位一不好，马上就爆传，接着比赛就直接去了。而且如果你常常用 Ben Wallace， 你应该也会发现他的被动截球几率真的还蛮高的。好了，以上呢就是 Ben Wallace 这个角色的优点了。看到这个地方的你，是不是又觉得所有的主播都把这个角色吹上天啦到底是在吹什么吹啊？新角色不就这样吗？我现在跟你说，不，这个角色绝对没有你想的这么完美。我们来从这个角色的缺点开始讲起哦。这个角色选起来了，对面的进攻呢会非常的痛苦，但是自己的进攻呢也会变得非常痛苦哦。在现在这个比较低段位的排位，大班的花式可能可以骗一些新手，但是上去防守强度一增高，这些花式的顺序包括盖法绝对都会被摸透，所以进攻就会变成很难打开的局面。那么在刚开季的时候呢，还没有 BP 的场子里面，大家角色是可以重复的嘛，所以呢就是大家一起痛苦打防守战，看谁防守能力强谁就能赢，然后再来是谁有一手皮尔斯单打硬解空手跑位，谁就能掌控比赛。因为皮尔斯是目前唯一一个双能位啊，不管防守也强，不管进攻他又有自己单刷硬解的能力。所以如果你选了 Ben Wallace 这个角色，你对上只要没有皮尔斯，你这把进攻就会超级无敌难受。好啦，那这只是现在在没有 ban pick 的场，那万一到了赛季后期有 ban pick 的场的话呢，能 ban 脚的情况下，肯定没有老皮能拿，对吧？拿了大班的那边，反而进攻更容易便秘啊，到时候就非常考验大班的驾驶员操作上限能到多高啦。那虽然防守非常的强哦，但是上下限的差距很大，对于防守站位基本功不扎实的人来说呢，不如拿罗德曼。有太多人看了人家推荐的角色排行，然后就直接选了大班，结果整天蹲篮底不协防，当卡佩拉在用。有的会出来协防的人，则是因为对于防守距离把控细节没做好，反而外面补不到，
里面也守不到。各位可以回想一下，在上一个版本罗德曼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一堆人叫苦连天，说罗德曼太强了，应该要削弱？结果这一次大班出来了，反而在喊这个角色要削弱的声音变得比较少了呢？原因就是因为其实真的能把大班这个角色玩到好的人，老实说真的不多。因为这个角色对于防守的意识跟站位是有着稍微高的要求的。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个游戏大部分非顶尖区段的玩家呢，对于防守的细节呢是没有做到这么好的。所以纵使这个角色能够稍微提高防守者的上限，但是对于防守基础平常就没有在练习的人来说呢，这个角色拿到之后，对于整个队伍的加成其实还不如 Olajuwon 或者是 Pau Gasol 来的大。从这个球员第一周的球员实力榜当中，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角色如果是一个刚出真的非常强势的角色，这个功勋的分数早就已经突破5000分，甚至已经到10000分了。然而就连我这个平常没有什么时间在玩，偶尔拿这个角色上去搞耍的人呢，现在都已经将近100名了。你就知道真的能够把这个角色玩好并且场场都赢的人呢，真的少之又少。这个角色明显拉高了防守者的水准呢，是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平常就连我这个不太练防守的人，有一些我平常盖不到的锅，我都能盖得到了，那更何况是更多的玩家，一定也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尤其是在接下来大家对于这个角色越来越熟悉之后，整体的防守水平会被拉高，进攻的难度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么这个现象就会造成一种环境畸形，就是所有的1号位干脆都别打了，到最后就是谁得老皮谁得天下。所以接下来营运可能会有2种走向。第一种，削弱 Ben Wallace， 让他的移动速度变慢，或者是主攻范围变小。第二种，出更强的角色来 counter Ben Wallace。 但很明显，我觉得前者是比较现实的。毕竟如果你出下一只角色能够 counter Ben Wallace 的话，那基本上他也能够 counter 其他所有的角色，届时麦迪之乱可能又会再来一轮。所以就目前这样的状况来看，我个人认为 Ben Wallace 是有很高几率会在不久的将来被削弱的。所以如果现在的你认为自己的防守技术没有这么好，想要靠这个角色来打磨自己的防守技术的话呢，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只是未来当你换成其他的中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本大班都守得到，怎么换成这个中锋就守不到了呢？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在此也建议各位啊，如果呢你觉得这个角色你的防守练习已经差不多够了，那么现在录影的时间的当下呢，还剩下5天13小时，那等到这部片发布的时候呢，大概就只剩下4天了哦。那么各位记得赶紧在剩下的时间内把它重置，会有100%返还哦。那么纵使呢你在重置之后，如果发现这个角色在削弱之后还是能玩，你还是可以随时再次把它点回来。如果你拿了大班，却发现自己常常外面漏里面也漏，这个时候你有2种选择。第一，承认自己在防守站位上的细节没做好，找2个队友陪你好好练脚，加强防守的细节。第二个，还好我们最佛心的全明星接球派对有14天角色强化重置，100%返还，赶紧重置了吧，这角色不适合你啊。最后不得不提到，营运这一次这几只角色的设计真的都还蛮不错的，比如说像上一只的基德或这一只的 Ben Wallace， 强度都很强，但是都必须要交给对的人玩才会是真正的强。所以在这边还是要给全明星官方的强度平衡设计的一个 credit， 好不好？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收看，我是台湾男，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